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启春，小王。在中亚这5国当中，面积最小的、生活最贫穷，却在街道上看到最多笑容的国家是哪一个？塔吉克斯坦，面积是33100平方公里，但国土面积90%是高山，是个多山之国，有着世界屋脊之称。如果说塔吉克斯坦，你可能觉得陌生，但提到了帕米尔高原呢，或许就觉得熟悉了，对不对？因为以前的地理课有听过，没错，帕米尔高原很大部分坐落在塔吉克这个国家，长达1200多公里的帕米尔公路是世界上最狂野的公路之一。帕米尔公路可能是地球上最顶级的公路旅行。公路沿途一片荒漠，从高原沙漠到雪峰，要穿过许多海拔，4000多公尺高的山口，哇，人烟稀少。况且中国清朝曾控制整个帕米尔高原，你知道塔吉克斯坦就位于中亚，人口大约800多万了，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这边的土地上的各民族的融合，出现了很多混血的美女。在塔吉克斯坦，有人说塔吉克族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很美，真的哇，听了很高兴对不对？由于男少女多，使得一夫多妻现象非常的普遍。塔吉克斯坦的男人为什么这么少呢？因为塔吉克斯坦总人口约为800万，其中近100万人由于贫困跟失业而流亡到国外，大多数是去了哪？俄罗斯啊。那另外1992年到1997年的塔吉克斯坦内战，它造成了近50万人死亡。那其中大多数为男性，在塔吉克斯坦，由于男少女多，使得一夫多妻制的现象非常普遍，男女比例是1比7。在塔吉克斯坦出现了男人稀缺的现象，尽管这是政府禁止一夫多妻啊，但一夫多妻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而且男人在塔吉克斯坦想要离婚呢，你只要在证人面前连说3遍休妻，这句话就足够了。对于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简单的了啊。而对于女人来说，离婚只要困难得多，因为妻子必须要求丈夫你说出这句话，你才可以离婚了。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走啊，塔吉克斯坦。春季正是杜尚贝繁花盛开的季节，街上行人妇女穿着大红大橘甚至大绿的大胆抢眼的颜色，这种花色突出的衣服正是塔吉克人喜爱的色彩，感觉就像台湾阿嬷的大花布啊，憨厚朴实和传统。杜尚贝的建筑有一种苏联史达林的建筑的单调，灰白色的建筑有点斑驳，却没有破败落后的感觉，让人产生那个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联想。杜尚贝是塔吉克斯坦的首都，人口呢大约有60万，占全国人口的1/10。城市的高度在海拔750公尺到930公尺左右。台北阳明山的海拔600公尺，大屯山的海拔1000公尺，面积约有300平方公里，是一座3面环山的山城。杜尚贝就是塔吉克语星期一市集的意思。那由此可知，它是附近居民在星期一聚集买卖货物的集散地。那苏联时期的杜尚贝已经是塔吉克斯坦的首都。1929年改名为斯大林巴德，意思是斯大林的城市。1961年恢复旧名杜尚贝。市区内还是可以看得到不少戴着传统小帽晒太阳的老人家，休闲地坐在水池旁闲话家常，透露出了祥和气氛，一扫你对1991年塔吉克独立后所引发内战。这大饼，对，所以哇！我的妈呀！这大饼我一个哦，
我们前往市中心的杜尚贝国家博物馆，外形呢为一座希腊式三角梅的双层建筑。哇，让我们震撼的是房间里面摆放的一尊泥塑的雕像，这是一座13公尺长、头部直径有90公分、标准的佛陀涅槃卧佛像。佛像脸部的表情祥和又安宁哇，身上的这个衣服的皱褶平顺的向下展开，整体给人家这种深深熟睡的奇妙感觉我们来看看吧。这座卧佛被发现的时候断裂为92片，经过塔吉克考古人员的细心拼凑修复，从泥塑的艺术表现形式哇，透露出什么？透露出中亚特有的艺术风格。独立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塔吉克斯坦独立而建造的。中亚5国之中最穷的就是塔吉克斯坦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内战吧在其他国家正为独立后的准备工作时，塔吉克却因为内战造成了人员伤亡，且国家的经济就停滞了。你到塔吉克，那一定要介绍2个人，索莫尼与卢塔基，因为你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雕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旗杆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塔吉克旗杆，现在为世界第2高。塔吉克斯坦有史以来最巨型的旗杆，165米高旗杆后面是杜尚别的国家皇宫，旗杆花了5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于2011年5月首次使用，一直到了2014年成为了世界上最高的旗杆。当初是为了庆祝塔吉克斯坦独立20周年而建造的。杜尚贝的地标索莫尼广场，索莫尼是塞曼王朝的创始人，统治期间呢，波斯塔吉克族形成，后世呢尊称他为塔吉克民族之父。他放弃了索罗亚斯德教，拥护了伊斯兰教，甚至为该国的货币呢取名为索莫尼。雕像立在巨大的红色大理石楼梯基座上那索莫尼呢站在一个巨大的镀金王冠顶上的纪念碑拱门前手持的金箔的国徽，两侧则是呢2只盘腿的狮子。纪念碑呢于1999年树立，以纪念塞曼尼帝国1100周年。塔吉克人呢是中亚古老的民族之一，历史上有不同的民族相互融合过程之中，塔吉克人最大的程度呢，保存了人种学与语言学的主体性人种学塔吉克人呢归属于东伊朗人，那有别于伊朗的西伊朗人东西伊朗人都属于伊朗族，但各自呢独立发展，有自己历史文化上的定位。语言学上呢同属于伊朗语那从最伟大的诗人呢菲尔多西他被西方学者称赞为成就媲美
莎士比亚的著作《帝王记》，就可以发现它的共同性。西萨碉堡标志性的建筑，入口的拱门与两侧圆形的这个塔楼啊，西萨碉堡在西元前3到4世纪时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喽。那中世纪起呢，开始称为市，并在这个中东地区以自身的这个手工艺产品啊，然后商人以他们的马啦、双峰驼啦和客栈啊而举世闻名，还有品种丰富的市场交易中心哦。那成为了布哈拉酋长国中28个加盟邦国之一，是塔吉克人祖先的所在地。那20世纪呢，随着丝绸之路的没落，西萨碉堡的地位也迅速降低了。历史上的伊斯梅尔索莫尼创立了塞曼王朝，因此也被认为是塔吉克民族之父，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和一位强又有力的统治者，创立了塞曼王朝。那他的名字啊，索莫尼，也是塔吉克斯坦的流通货币的名称和单位哦。同样的，鲁达基也是纸币上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呢广泛出现在全国各个公园、街道以及雕像之上，作为了波斯诗歌之父、波斯古典文学的奠基人。走要小心啊！塔吉克斯坦呢，是一个位于中亚东南部的内陆高原国家，它的地形的特点就是山，就是基本上除了山还是山。整个国家呢，超过了90% 的国土都是高原山区，堪称一个高山之国。有高山，就会有流水，从高山冰川上融化的冰水源源不断地流下山脚，并形成了众多的河流、湖泊。由塔吉克的杜尚别前往乌兹别克的塔什干，地图上看起来不到430公里啊！千万不要以台湾的公路观念来计算时间哦，心里要先有准备，这将是长长的一日，包含了过关口。这绝对是辛苦的一段路，但是这段路超级的漂亮，而且这段路会是你旅游过程当中最难忘的一个经验。如果你不是旅游家，你不是真的爱旅游，这段路可能你就感受不到这种快乐哦。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但也是事实。而且这段路大车子不能走啊，一定要用4轮传动的车子啊。塔吉克斯坦 M34 公路，杜尚别的 M34 公路走的是帕米尔山系啊，但我们统称塔中公路或是乌塔中公路。这条公路西起杜尚别，东至塔中边境的口岸后，与中国的嘎拉昆仑公路衔接，全长约有1100公里啊。有70% 的路段呢，处在群山峻岭当中了。M34 公路的一路得翻过塔吉克中部3座大山，是吉萨尔山、泽拉夫上山、图觉斯坦山，车程呢约有7到8个多小时。它的沿途可以看得到乌尔佐布河，一直陪伴着乌尔佐布河的是帕米尔群山的 M34 塔中公路的沿途啊。
M34公路走的是帕米尔山系，帕米尔是塔吉克语，世界屋脊的意思啊。高原海拔4000米到7700米，拥有许多的高峰。高原呢是地球上2条巨大山带，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节，也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包括了喜马拉雅山脉、噶拉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新都库什山脉5大山脉，号称亚洲大陆地区的屋脊。在海路尚未开通之前呢，帕米尔是东西之间来往交流的必经之路。古代丝路在此进入了塔里木盆地以后啊，分为南北2道，向着不同的目的延伸了。而到了葱岭后又交汇一处。那葱岭呢，中国古代称帕米尔高原为葱岭。那古丝绸之路在此经过，直达古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石头城啊。石头城指的就是塔吉克，从那里起呢，又分为南北2道，到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南亚次大陆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以及欧洲大陆等更远的地方。这就使得塔吉克成了东路的终点和西路的起点。这也是因为塔吉克是丝绸之路的要塞。M34公路呢，由中国工程队来负责。西元1273年呢，马可波罗穿越此山脉之后呢，在这个《东方见闻记》里曾经呢如此的描述：连绵的山脉，一座接着一座。当你最后抵达以你的能力所能到达之处，你会假定周遭的山峰会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那山的高度呢是如此的巨大，以
以至于在高峰上你看不到鸟类飞行了。住在这里的部落野蛮，未受开化，不能对事物做出决定，而崇拜偶像。他们靠杀死动物谋取食物，并穿他们的皮毛。在马可波罗描述的崇拜偶像，指的呢就是佛教徒。有信相会，彼此互相鼓励，并互相祝福。从此，这里不仅仅是地理课本上的名词哦。那古书上说的葱岭呢，就是帕米尔高原嘛。现在是自己历程中的见证。战争是研究历史时绕不过去的课题，可以说自从有人类起，就有了战争。直到今天，虽然世界上大体保持和平，但战争仍然在局部地区进行。塔吉克斯坦在独立后不久就经历了一场长达8年的内战。早在西汉时期啊，塔吉克斯坦地区就被划在了中国的版图之内啊。然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沙皇俄国开始南下入侵中亚地区，强行并吞了塔吉克斯坦的北部，而南部的布哈拉汗国成为了俄国的属国。到了苏联时期，塔吉克斯坦和其他中亚4国都成了加盟国，一直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才独立出来。那在前苏联时期，塔吉克斯坦就是加盟国中最穷的加盟国之一， 50% 的财政预算来自于苏联的补贴，所以当苏联瓦解时，失去了财政支持的塔吉克斯坦是极不情愿独立的啦。塔吉克斯坦虽然很小啊，地貌特点和阿富汗很像啊，高原丘陵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国土，但有86个民族再加上地区发展不均，宗教问题复杂，塔吉克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历史悠久哦。但是在前苏联是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下，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清真寺就很少啊，更不可能存在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政党。在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教迅速的在塔吉克人日常生活中崛起，而且与常年战乱的阿富汗为邻居，使得独立后的塔吉克斯坦很快的就卷入了内战中。直到了2000年，在各方的斡旋之下，才实现了最终的和平。据统计，长达8年的内战，经济损失70多亿美元。哇塞！内战结束前夕中国就跟塔吉克开始了谈判。那有关于帕米尔地图的领土争端的问题在清朝的全盛时期，帕米尔高原全境归属中国管辖。然而沙俄和英国在1890年擅自将其瓜分了。英国呢取得了瓦罕帕米尔，现在呢归属为阿富汗。沙俄取得了帕米尔高原的北部地区。此后呢，由于清朝的腐败无能，始终称对帕米尔具有主权，但始终都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管辖。苏联解体后，原沙俄所占的部分成为塔吉克斯坦的一部分。2011年，为了解决中塔两国之间的领土争议，塔吉克斯坦归还了中国1158平方公里的土地。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帮塔吉克做了很多的建设哦。
克到乌兹别克跨国之间呢，这里不像欧洲有欧盟啊，可以开着车子直接周游各国啊。在中亚想过关，拍谁？车子只能开到边界。所有出关的人与随身行李通通要下车，你得拖着自己的行李走到关卡验证件啊。而从边界到关卡，短则数百公尺，最长可以到1公里啊。验过证件后，还要走过漫长的三不管地带啊。顺利过关后，还要再走一段路，才能到达游览车停车处。所以我说，如果你不是旅游家，这样子你怎么撑得住啊？但是我可以啊，因为太值得了。一生当中，你怎么会有机会来到帕米尔山系？有2500年历史的伊斯塔拉夫上，由亚历山大第10代留下来的城楼哦。中国古称大渊城，属于西域36古之一，是塔吉克斯坦其中一个保存最完好的古城。大渊是中亚古国，汉武帝时候呢，张骞通西域。于西元前123年到128年间呢，抵达了帕米尔以西。那首先呢，到达了大渊。据他归国后说当时的大渊大小城属邑有70多个，人口有几十万呢，是一个农牧业兴盛的国家。那大渊名称可能是亚历山大大帝于西元前329年征服了费尔干后，因殖民于此地的希腊人后裔关系所取的。大渊在原文是大爱奥尼亚。汉武帝听说大渊出产好马，于西元前104年命使臣携带金帛就换取。那由于双方的意见冲突换马不成，使臣也被杀害。那汉武帝呢，就命将军李广利率兵征讨，史称汉攻大渊之战。